各位好，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。今天我們要聊的公司是美國最大的住宅開發商之一 Lennar， 股票代碼 LEN。過去幾年，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局面。一方面，美國房價始終沒有真正跌下來。2026年6月，美國成屋銷售中位價已經達到 44.06 萬美元，再次創下歷史新高。另一方面，房地產交易量卻長期低迷。大量年輕人買不起房，大量原有房主也不願意出售手中的房子，因為他們捨不得放棄過去鎖定的 2%、3% 低息房貸。結果就是美國房子依然很貴，但房子越來越難賣。而 Lennar 最近的財報恰好把這種矛盾完整地展現了出來。這家公司交付的房子數量還在增長，收入也沒有出現斷崖式下跌，但它每賣出一套房子，能夠賺到的錢卻越來越少。所以今天真正需要討論的並不是美國住房有沒有需求，也不是 Lennar 能不能繼續賣房，而是另一個更關鍵的問題。當一家住宅開發商必須依靠降價、補貼房貸利率和贈送裝修才能維持銷售速度時，它究竟是在主動搶佔市場，還是已經被高利率逼進了一場利潤消耗戰？ Lennar 賣的不是房子，而是美國中產階層的月供。很多投資者分析住宅開發商時，首先關注的是房價，但對 Lennar 來說，決定客戶是否下單的往往不是房屋總價，而是每個月需要支付多少房貸。假設一套房子的價格是40萬美元，在 3% 的房貸利率下，購房者每個月的本金和利息支出大約是1680美元。當房貸利率升到 6.5% 左右，同樣一套房子的月供會接近2530美元。房價1分錢沒漲，每個月卻要多支付大約850美元，一年就是1萬多美元。這才是美國住宅市場過去幾年最沉重的壓力。截至2026年7月初，美國30年期固定房貸平均利率仍然在 6.4% 左右。雖然已經低於2023年的階段高點，但與疫情期間不到 3% 的利率相比，購房者承擔的融資成本依然極高。這也解釋了一個表面上很矛盾的現象。美國住房長期供應不足，人口仍在增長，很多家庭也確實需要改善住房條件，但需要房子不代表能夠承擔當前的月供。因此 Lennar 真正競爭的並不是誰能把房子建得更豪華，而是誰能夠把客戶的月供壓到銀行願意放貸、購房者也願意簽字的位置。他銷售的表面上是一套住宅，實際上是一份未來30年的現金流合同。當市場利率過高時， Lennar 就必須自己出錢，幫助客戶降低這份合同的成本。這種支出通常表現為房貸利率補貼、成交費用補貼、房屋升級優惠，以及直接降低售價。這些措施可以讓訂單繼續增長，卻會直接侵蝕公司的利潤率。這正是 Lennar 當前最核心的矛盾。Lennar 公布的2026財年第二季度業績，表面看並不算差。公司當季交付了20519套住宅，同比增長 2%， 總收入達到79億美元，期末積壓訂單還有16818套，對應金額約66億美元。這說明 Lennar 並沒有陷入賣不動房子的危機，但是再往下看，問題就非常明顯了。第二季度新訂單為21749套，同比下降 4%， 住宅銷售毛利率只有 15.6%， 公司淨利潤為 3.05 億美元。攤薄每股收益為 1.24 美元。如果只看交付量， Lennar 仍然是一台規模巨大的住宅生產機器。但如果觀察盈利能力，這台機器正在明顯降速。2026財年第一季度 ，Lennar 住宅銷售毛利率只有 15.2%， 而去年同期還是 18.7%。也就是說，一年時間內，住宅銷售毛利率下降了 3.5個百分點。公司解釋，原因包括每平方英尺收入下降、土地成本上升，以及為了應對市場疲弱而增加購房優惠。幾個百分點看起來不大，但對住宅開發商來說影響非常直接，因為住宅開發是一門高周轉、重資產、利潤率本來就不算特別高的生意。一套房子的土地、建材、人工、社區、基礎設施和營銷成本都很剛性，售價下降 5%， 並不意味着利潤只下降 5%。如果一套房原本售價40萬美元，成本是32万美元，公司能夠賺8萬美元。現在為了促進成交，把售價和優惠合計降低到38萬美元，而成本仍然接近32萬美元，利潤就會從8萬美元下降到6萬美元。
售價只下降5%，利潤卻下降25%。這就是住宅開發商在下行週期中最危險的地方。銷量可能看起來很穩定，利潤卻能夠在不知不覺中迅速蒸發。很多看好住宅股的投資者經常使用一個邏輯：美國長期缺房，所以住宅開發商一定受益。這個邏輯只說對了一半，住房短缺能夠支撐房價，卻不一定能夠支撐交易量。截至2026年6月，美國成屋庫存約為156萬套，對應4.6個月的供應量，仍然低於通常被認為較為均衡的5到6個月。與此同時，成屋銷售年化速度只有409萬套，明顯低於長期平均水平。換句話說，市場同時存在供應不足和交易低迷。這背後的原因是美國住宅市場正在受到房貸鎖定效應的影響。很多美國房主在2020年至2021年期間鎖定了極低的固定房貸利率，他們現在即使想換房，也會發現一個現實問題：賣掉原來的房子，意味着必須放棄3%左右的舊貸款，重新申請6%以上的新貸款。即使新房價格與舊房相同，每個月的房貸支出也可能大幅增加。於是，大量房主選擇不搬家、不賣房，這導致二手房供應被鎖住，房價不容易大幅下跌，但它同時也讓整個住宅市場的換手率下降。對於 Lennar 來說，這種環境既有好處也有壞處。好處是二手房供應不足，新房在市場中的競爭力提高，購房者買不到合適的二手房，可能會轉向大型開發商的新社區。壞處是高利率同樣壓制新房需求。Lennar 為了把新房賣出去，就必須比普通二手房賣家提供更多金融優惠。所以住房短缺並不是一張自動提款卡，它只能夠保證長期需求存在，卻不能保證每個季度的利潤率。真正決定 Lennar 短期業績的仍然是購房者的收入、房貸利率和公司需要提供多少優惠。除了高利率和利潤率之外，分析 Lennar 還必須理解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 Millrose Properties 的分拆。傳統住宅開發商的商業模式非常重，公司需要提前幾年購買土地，再進行審批、平整和基礎設施建設，最後才能開始蓋房。大量資金會長期壓在土地上。當房地產市場向上時，土地升值可以放大利潤，但當市場轉弱時，土地也會變成最大的風險來源。住宅開發商可能不僅賣房利潤下降，還要對高價購買的土地進行減值。Lennar 過去幾年一直試圖減少土地持有，讓自己的商業模式變得更輕。這聽起來有些複雜，簡單理解就是，過去 Lennar 需要自己花錢囤地，現在部分土地由 Millrose 持有和開發。Lennar 在真正需要開工時，再按照協議取得宅基地。他想把自己從一家土地庫存龐大的房地產公司，轉變為一家更加接近住宅製造商的公司。這套模式的優勢很明顯：第一，減少資本長期占用；第二，降低土地價格下跌帶來的減值風險；第三，提高資產周轉速度；第四，讓公司能夠更靈活地根據市場需求調整開工量。但它也並不是沒有成本。Millrose 不是免費替 Lennar 持有土地 ，Lennar 需要支付期權費以及相關資金成本。現在 Millrose 承擔土地持有和開發，理所當然也會收取回報。因此，輕資產模式並不會憑空創造利潤，它真正改變的是利潤和風險的分配方式。Lennar 放棄一部分土地升值收益，換取更穩定的資本周轉和更低的資產負債表風險。這種模式究竟有多成功，還需要經歷一個完整的房地產週期才能驗證。在市場平穩時，它可能讓 Lennar 看起來更高效，但在市場劇烈波動時，投資者還需要觀察期權成本、土地供應穩定性，以及 Lennar 與 Millrose 之間的經濟利益是否能夠長期保持平衡。傳統上，市場會把 Lennar 視為一隻房地產週期股，房價上漲、利率下降時買入，利率上升、經濟衰退時賣出。但經過 Millrose 分拆和土地輕資產化之後， Lennar 正在試圖改變市場對它的估值方式。他希望自己不再主要依靠土地升值賺錢，而是依靠標準化建房、供應鏈管理、社區開發、金融服務和高周轉賺錢。這有些像汽車製造業，土地相當於原材料，住宅相當於最終產品。Lennar 希望在客戶出現時快速取得土地，完成建設並銷售，而不是在資產負債表中儲存大量原材料。如果這套模式能夠真正跑通，未來 Lennar 的盈利可能會更加穩定，資本回報率也可能提高。
但從當前財報來看，這個轉型還沒有完全抵消高利率帶來的壓力。公司雖然減少了土地占用，卻依然需要通過促銷來維持銷量。輕資產可以降低資產負債表風險，卻不能解決客戶買不起房的問題。所以 Lennar 現在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過渡期。舊模式中的土地資產已經被部分剝離，新模式中的效率提升還沒有完全體現在利潤上。投資者看到的是一家資產負債表可能更加靈活，但短期利潤率明顯承壓的公司。降息一定會拯救 Lennar 嗎？市場談到住宅開發商最常見的預期就是降息，美聯儲降息，房貸利率下降，購房需求恢復 ，Lennar 減少促銷，利潤率回升，股價上漲。方向沒有錯，但過程不會這麼直接。美國房貸利率主要受到10年期國債收益率影響，而不是簡單跟隨美聯儲短期政策利率。即使美聯儲降息，只要通脹預期、財政赤字和長期國債供給仍然較高，10年期美債收益率就未必明顯下降。房貸利率也可能繼續維持在 6% 以上。2026年初，美國30年期房貸利率一度短暫跌到 6% 以下，但隨後又重新回到 6.4% 至 6.5% 左右。這說明房地產市場需要的不是一次象徵性的降息，而是長期融資成本真正下降。而且，即使房貸利率下降，也存在2種完全不同的結果。第一種結果是需求恢復，但 Lennar 繼續降價搶市場，這種情況下，銷量可能增長，利潤率卻未必快速回升。第二種結果是需求恢復， Lennar 減少優惠，同時保持訂單量，只有這種情況才是最有利於利潤的組合。所以接下來觀察 Lennar， 最重要的並不是媒體報道美聯儲降息了多少次，而是看新訂單是否恢復同比增長，每套房的平均售價是否穩定，購房優惠占收入的比例是否下降，住宅銷售毛利率能否重新回到 17% 甚至 18% 以上。如果訂单增長只是依靠更多優惠換來的，那麼業績質量仍然有限。如果優惠減少以後，訂單依然保持增長，才說明住房需求真正恢復。Len 現在值不值得投資？對 Lennar 的判斷，最終取決於投資者看多的是哪一部分。如果看多的是美國房價繼續上漲，那麼 Lennar 未必是最純粹的選擇，因為公司正在減少土地持有，未來從土地升值中獲得的收益可能降低。如果看多的是美國住宅交易和新房開工恢復，那麼 Lennar 的邏輯更直接。訂單增加，優惠減少，庫存周轉加快，都會推動利潤率改善。如果看多的是行業集中度提高，那麼 Lennar 同樣值得關注。高利率環境可能淘汰部分小型開發商，讓規模最大的幾家公司獲得更多市場份額。但現階段購買 Lennar 本質上仍然是在押注2個變量。第一個變量是房貸利率最終會下降，第二個變量是當利率下降時 ，Lennar 能夠把減少的購房優惠轉化成更高利潤，而不是繼續用低價擴大市場份額。這2個變量缺一不可。如果房貸利率長期高於 6%， Lennar 可能繼續維持銷量，卻很難快速修復利潤率。如果利率下降，但美國經濟同時進入衰退，需求恢復也可能不及預期。只有在利率回落、就業穩定、訂單恢復，並且促銷費用下降的組合下， Lennar 的盈利彈性才會真正釋放。Lennar 最近的財報揭示了美國房地產市場最真實的狀態。美國不是沒有住房需求，也不是沒有住房短缺，真正的問題是高房價和高利率疊加以後，大量家庭已經無法承擔購房月供。Lennar 正在用降價、補貼和規模優勢，努力填補購房者支付能力與房屋價格之間的缺口。這種策略讓公司能夠繼續賣房，也讓它有機會在行業低迷期擴大市場份額。但代價就是利潤率被不斷壓縮。Millrose 分拆則代表 Lennar 正在進行另一場更深層的轉型。他不想再成為一家依靠大量囤地和土地升值賺錢的傳統開發商，而是希望成為一家更輕、更快、更接近工業化生產的住宅平台。我們分析 ，LEN 不能只看美國缺不缺房，也不能只猜美聯儲什麼時候降息。真正值得觀察的是訂單、平均售價、購房優惠和毛利率之間的關係。當 Lennar 不再需要用更多優惠換取銷量時，這家公司的盈利拐點才真正出現。在那之前 ，Lennar 更像是一場關於美国住房可負擔性、長期利率和行業集中度的綜合押注。以上就是本期關於 Lennar 的全部內容。
感謝關注本期的美股坐標系，我們下期再見。